新年快乐！抛开2020，大家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作为邦尼团队2021第一支评测影片，今年要带大家来看大家敲碗已久的 LG Win 以及 Motorola Razr 5G。没错，这集影片重点就是这些新形态的行动装置在实际体验上究竟带来了什么改变，一起来看看吧。在开始之前，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会落在外观、机构设计以及体验上的心得，测试内容一样会有，我们边看边说。首先从折叠看起，说到折叠，有很多观众还不是这么熟悉，所以邦尼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过去的折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邦尼测过的第一支折叠 Galaxy Fold 说起，在 Galaxy Fold 上，应该可以说是邦尼期待折叠发展的开始，它带来了我们对装置间无缝切换的想象。作为第一代的 Fold， 邦尼能明显看到三星对于折叠的策略，打从一开始就是一款面向消费市场的量产机型。第一代的 Fold 有许多不足，在当时的评测，邦尼也聊了很多期待。结果很快的，我们迎接了 Galaxy Z Flip 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UTG 超薄可折式玻璃。虽然 Galaxy Z 系列最外层依旧是特殊的塑胶防护层，但重点来了，有多少人能想到折叠萤幕跟塑胶的缘分这么短？折叠玻璃很快的就出现在折叠手机上，而 UTG 的出现让折叠萤幕不再是软的触感，而是更加接近玻璃的硬式手感。更重要的是，超薄玻璃进一步拉平了折叠萤幕，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采用 UTG 超薄玻璃的 Z Flip 以及 Z Fold 2在萤幕上都更加平整。如此一来，变平的萤幕就更接近玻璃的视觉体验，不会有被覆盖住的塑胶感。折叠的最后一段，大家都知道了，三星最终带来了 Galaxy Z Fold 2。用简单几句话来说的话，它几乎完成了我们对 Fold 系列当时的期待。它依旧不完美，但这些不完美更多的是来自 Z Fold 2本身的进展足够大，让我们对于折叠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虽然 Fold 系列没有直接且属性相近的竞争产品，但明显可以看到三星在两代间以极快的速度推进 Fold 系列的成长。邦尼认为，来自于三星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折叠系列的市场基准。以一个同时生产折叠萤幕又同时推出折叠手机的品牌来说，或许不只是做好 Galaxy Z Fold 2，而是建立未来折叠手机的入门门槛，更有助于整个折叠市场有更多的产品出现。而上面提到的3只折叠手机，邦尼都有推出完整评测，有兴趣的朋友看完这集别忘了补一下啦。好，说完了折叠的上半部，接着就来看这次的 Motorola Razr 5G。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没错， Razr 5G 最大的亮点就是没有折痕。Motorola 巧妙地运用转轴处以及下巴的空间，让折叠萤幕能够透过弯曲幅度以及微幅的滑动来达成没有折痕这件事。想解决折痕的问题，可以从2个面向来看。作为采用内折萤幕解决方案的 Razr 5G， 就以一张纸来说，当你将一张纸直接对折，跟绕着一本书对折，两者所产生的折痕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拿一张纸来折就能简单理解。而 Razr 5G 是怎么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呢？简单来说， Razr 5G 巧妙运用了转轴的空间，创造了容纳折叠萤幕的区域。仔细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当我们折叠时，转轴处的萤幕是下凹的，如此一来就解决了直接对折所产生的折痕问题。不过邦尼好奇的是， Razr 5G 的转轴设计究竟是因为无法直接以更大幅度对折，所以利用转轴空间解决，进而达成相对没有折痕，或是从一开始没有折痕就是机构的优先选项？但另一个问题来了，用简单的方式来说，这并不是一张纸对折的事情，而是一张纸又多了一小块应付伸缩的问题。所以说，这一小块究竟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又收纳在哪里呢？简单来说， Razr 5G 巧妙的透过萤幕微幅滑动的机构设计，让萤幕在折叠时能够收进下巴内，摊开时能够伸出来进行补偿。如此一来，折痕的确是被 Moto 给解决了。真的蛮佩服 Moto 在 ID 上的巧思。不过折痕虽然解决了，还是有几个衍生的问题。毕竟消除折痕的方式采用的是可移动的机构设计，所以在折叠时 Razr 5G 不免俗会产生一些折叠时的声响。
除此之外，一样是受限于机构设计。Razer 5G 为了要将萤幕服贴在机身上，并且让萤幕可以顺利收进转轴处的小凹槽中，所以 Moto 在转轴上下处加入了固定的设计。但这样一来，虽然少了明显的折痕，但这2条固定的硬块还是会让萤幕产生一点不平整的感觉。当然，这就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多少跟 Razer 5G 采用的塑胶保护层无法达成平整有所关系。最后则是 Razer 5G 的转轴，应该是为了结构的考量，在最后关上时会稍微有阻尼感。虽然降低了关闭时的冲击，但相对的也少了上下折叠在关闭那一刻的利落感。顺带一提 ，Razer 5G 为了顺利让萤幕可以上下滑动，所以采用没有包边的设计。事实上，你完全可以将薄薄的折叠萤幕从机身上分开，但千万不要手痒这么做。帮你比较担心的是不小心勾到的状况。整体来说，Motorola 非常有技巧的解决了折痕的问题，应该可以满足许多对折痕完全不行的朋友。邦尼也想问问看大家，以目前 Motorola 的解决方案来看，大家怎么看呢？说完了折痕，接着就来聊聊 Razer 5G 的这一块小萤幕吧。直接说结论，有更大的第二萤幕的确让操控体验加分不少，你可以更容易的在这块萤幕上快捷操作、预览拍照等等。但老实说，在 Razer 5G 展开来完全可以单手操作的前提下，大部分时间邦尼还是会直接打开来使用。不过话说回来 ，Razer 5G 这块小萤幕的确让结构设计受到了不少挑战，因为这块小萤幕直接占用了上半部蛮大的空间 ，Razer 5G 的侧边又收得很窄，所以指纹的摆放位置只剩下下半部一个可能。在使用体验上，折叠时指纹位置刚刚好，但若是展开时，指纹就显得比较偏下一些了。接着就是发热位置的限制，应该也是受限于萤幕。Razer 5G 的主要发热区域集中在机身下半部，而下半部也就是握持时会直接接触的区域。虽然说最近天气真的冷，温温的，握起来好舒服，但通常在内部设计上还是会将发热区域避开手持区域就是了。而在音量键上，一样有针对开盖跟关闭时进行最佳化，不需要思考，反正上面那一颗就是音量加大就对了。在小细节上也是有的，不过有一个小可惜的地方，就是左侧的电源键的确有点太小。邦尼猜测是为了跟音量按键盲操作时可以区分，但因为电源位置有些靠上，加上按压面积较小，所以在展开时的单手操作有些难度，但合上时按键的位置就相对合理了。邦尼会认为 Moto 在第二萤幕的优先级明显高了一些。整体来说，邦尼其实还是非常肯定 Motorola 在折叠上许多创新的想法，毕竟作为新形态的行动装置，各家都是在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好啦，关于 Moto 的折叠先说到这边，性能、萤幕跟相机测试，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聊。我们先说回来可以转的 LG Wing。在 LG Wing 的外观上，采用上下2片的机构设计，在一般状态下，它就像是一只正常的手机。当你需要展开它时，上面的全萤幕可以透过单手往左推，直接变成上下双萤幕。当然，也可以透过单手将萤幕转回来。在旋转时，也会出现对应的系统动画，在设计上蛮好看的。不过在动画的反应上慢了一些，期待后续可以再最佳化。不过左推的设计对左撇子来说可能不是这么顺手。不过作为首款的旋转萤幕手机 ，LG 也花了蛮多心思在系统上最佳化。例如旋转后，上萤幕就会直接盖住右侧的所有按键，所以调整音量就会不太方便。LG 当然也想到了，所以当你在播放影片时，系统就会自动跳出媒体控制列的悬浮视窗。在这个视窗中，你可以直接调整亮度、音量以及控制影片播放等等。如果不是在播放影音的状态下，你也可以直接下拉系统选单。LG Wing 也在顶部加入了音量的调整选项。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半部的旋转萤幕对单手操作来说并不友善，所以 LG 也将触控板功能加入了 LG Wing。接着你就可以直接透过鼠标的方式操控手机，相对辅助上萤幕的触控，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自然的用第二只手去摸萤幕。而旋转后头重脚轻的问题也会更明显一些，所以邦尼建议往上拿一点会比较稳。但老实说，在旋转模式下并不容易单手操作。而在实际体验上，旋转后的上方萤幕可以使用的 App 场景比较少，邦尼认为比较适合观赏影音。大家应该比较不会想在横向的萤幕上浏览直视的网页啦。上方的旋转萤幕也预设了几个 App 的快捷选单，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中上滑进入所有应用程式选单，再把常用的 App 拖拉到快捷选单中。整体而言，帮你认为 LG Win 目前最适合的场景就是上方看影片，下方滑网页，当然滑 Facebook、Instagram 也都可以。你也可以设定应用程式组，在开启时就一次打开2个 App， 还蛮方便的。不过下方的第二萤幕并不算大，所以遇到像是 Facebook 这种上方有一列快捷键的 App 时，资讯显示的空间就更小了，在打字时也比较容易让排版挤在一起。不过这就是新形态装置常遇到的问题。Android 虽然对自动调整手机上的各种萤幕比例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当有新的想法出现时，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慢慢让所有 App 完成最佳化。接着看到系统跟效能， Motorola Razr 5G 跟 LG Win 在性能上都是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65G， 帮你手上的 LG Win 是美版，所以2台都是搭配 8GB RAM 以及 256GB 储存空间。我们首先来看 Razr 5G 的跑分测试，在AnTuTu中拿下了327457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再来看到 LG Win 在AnTuTu拿下了325977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实测结果一样可以在 Xpand.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 ，Snapdragon 765G 性能足够日常使用，在大型游戏上调整画质也能顺玩。但若是重度游戏玩家，还是可以往旗舰系列选择。续航力部分 ，LG Win 搭载4000毫安时电池，而 Motorola Razr 5G 则是采用2800毫安时电池，在电池上的确小了一些。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 ，LG Win 拿下了15小时24分，续航力一天一充没什么问题。而 Razr 5G 则是拿下了11小时45分，出门时就需要带颗行动电源了。而在快充部分，邦尼采用随附的充电器进行测试 ，LG Win 30分可以充满50%，1个小时充满84%，完整充满则是花费了1小时又32分，算是中规中矩的成绩。而 Razr 5G 采用随附的充电器，则是30分充满35%，1小时充满69%，充到80%花费了1小时又9分钟，完整充满则是2小时又9分钟。主要是在最后一段涓流充电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以今年的机种来说，并不算快。比较惊喜的是 ，LG Win 还支援了无线充电。生物安全辨识上 ，Razr 5G 支援实体指纹辨识，速度上蛮快的。LG Win 则是采用绿光萤幕下指纹辨识，速度中规中矩。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LG Win 不支援脸部辨识。不过要说一下前提，不支援脸部辨识并不是大问题，而是在旋转萤幕后，指纹辨识模组会转到左上方，其实不容易按压。这时候如果能够启用升降的自拍镜头进行脸部辅助辨识，就会方便许多。当然，也可能是 LG 对于升降机构的考量。系统部分 ，Razr 5G 比较接近原生，而 LG Win 则是有更多的客制化设定。不过两者都有深色模式 ，LG Win 则是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两者也都支援全萤幕手势。影音娱乐部分 ，Razr 5G 采用6.2寸21:9 HD Plus OLED 异形全萤幕，外萤幕则是2.7寸4:3 SD 的 OLED 萤幕。在主萤幕上，整体白平衡稍微偏冷。LG Win 则是搭载了6.8寸20.5:9 Full HD Plus OLED 萤幕，搭配3.9寸1:1.15的副萤幕。而在外放上，两只都是单喇叭机种，邦尼直接提供对比供大家参考。最后来到相机 ，Motorola Razr 5G 采用了邦尼团队后置时最喜欢的单相机配置。每次测到单颗机种的时候，都会蛮怀念那个相机只有一颗的时代。搭载 f1.7 4800万画素主镜头，而 LG Win 这边则是搭载了3颗镜头，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12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8 6400万画素主镜头。
最后是 f1.9 1300万画素117度超广角镜头。没错 ，LG Win 有2颗超广角，一颗用在超广角拍照，另一颗则是在开启稳定器模式时使用。接着邦尼就不再多说，直接上样张。在夜拍上，两者都有夜间模式。LG Win 也可以启动超广角夜景。以下邦尼也提供一些样张。而在附加功能上 ，LG Win 有蛮有趣的稳定器模式，更像是客制化的防守阵模式调整。你可以调整不同防守阵效果，调整画面中心角度等等，算是一个可玩的附加选项。不过毕竟是透过超广角镜头录制，画质表现就比较受限一些。而 Razr 5G 这边，则是在拍摄人像时，系统会自动跳出可爱的脸部动画，让被拍的孩子们更容易对准镜头。好啦，以上就是这次新形态行动装置的所有内容。邦尼认为这些新的使用形态，只有实际体验才能知道。有空的话，推荐大家到实体门市玩一下啦。最近天气比较冷，大家注意保暖，也别忘了点击右上方资讯卡，观看邦尼针对其他新形态装置的完整评测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